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会用中文来介绍今天的影片，这是个新的尝试，让我知道你们觉得比较喜欢用中文，还是喜欢我用英文来介绍我的影片，请在底下留言。今天的影片呢是如何整理去曼谷的旅行箱，这就是我的旅行箱，一个非常中型的一个旅行箱，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个人旅行箱。所以我就介绍我将会带去曼谷的物品。那么首先呢，我会有这个整理袋。这个整理袋呢，它里面装的其实就是一双运动鞋。因为去曼谷的时候，通常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想去运动，所以我会带着一双运动鞋。那么运动鞋呢，我个人的小小的窍门就是我会把羽毛把它给包起来，就像这个样子，那么它就不会弄脏我整理包里面其他的物品，所以我就会拿一个羽毛把它给包起来。还有整理包里面呢，还会有一些衣料，当然也有这个国际的 adapter， 这应该是叫插电器吧，还有这个收纳插电器的一个小包，所以我通常呢都会把它整理的紧紧的，先把鞋子放进这个整理袋里面，然后再放进我的衣料，当然最后呢就放我的这个插电器。那么这个整理袋就是扁扁的，把它压得扁扁，放在旅行箱的一个角落。接下来呢，比较重要的就是我的这个整理袋，比较中型的一个整理袋。这个整理袋呢，里面有包括我的一些衣服，或者是药包，还有裤子。以及我的太阳镜，还有所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小的物品。因为如果不把它给整理起来，放在这个包里面，它会非常的凌乱。所以这就是我的方式。我会格外的再介绍我是怎么样去整理这个整理包。请看以下的影片。这些都是我需要整理的一些物品。首先我的 T 恤我通常都不会把它卷成卷筒型，因为我觉得把它卷成圆筒型的时候，它其实占的空间更大。所以我的习惯通常都是把它折成方块形，类似这个样子。好，这一趟的旅程其实只有4天3夜。那么去曼谷呢，我们通常都不会带太多的物品了，因为其实你可以去到那边的时候，你可以买更多你想要买的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只带了4件 T 恤，还有1件牛仔裤，因为我觉得这趟我应该会去佛堂。那么去佛堂拜拜的时候，穿一条长裤通常会比较适合。那这是我晚间在饭店里面休息的时候穿的短裤，还有袜子，一些纸巾。这是我这一趟带去的纸内裤。当然
我并没有住一些非常高级的饭店，所以他们都不会有任何的拖鞋在饭店里面，所以我都携带着自己的一些纸拖鞋，这些都是平时去旅行的时候我把它给整理回来的。雨伞，这雨伞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所以通常曼谷都会在下雨。当然，它也有炎热的时候，所以我都会带着我的太阳眼镜。这是我的药包，里面都是一些需要用到的物品。这个包呢，通常我去到曼谷饭店的时候，我就会把我当地的一些换来的钱放在里面，然后我就带着这个出门。逛街的时候我就先带着这个，因为我觉得会比较安全。这个其实很好用，它里面的格子呢就非常的多。可以放很多的零钱还有甚至于这个小小的格子可以放我的护照，非常的实用。好，这个呢是我通常都会用到的一个整理包。这个整理包呢是我已经用了快5年的时间，它非常的好用，因为它小小的一个包，可是它能，当你把它打开的时候呢，它能装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所以放在旅行箱里面的时候，它是非常非常实用。好，这是我整理的方式，我都把比较重或者比较大的物品放在最底面。所以这条牛仔裤呢，它是面积最大的，所以我就放在最底下的地方，然后再加上我的休息的时候的裤子放在另外一边。T 恤呢就分成2个部分，把它压得扁扁的。然后就是我的袜子，还有纸巾。雨伞呢就放在最边边的地方，还有这个纸内裤就放在最边边的地方。那么这些纸拖鞋呢，我就会放在另外一个角落。还有我的药包，这个是我通常会携带的一些塑胶袋呢，都是我通常会携带的，所以我就会尽量的把它塞在一个边边。那么这个携带包呢就压在上面。那么其实剩下的就只有这个太阳眼镜，那么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放其他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整理包。当然，每个人旅行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我就觉得你应该找出你自己觉得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比较适合我的一个整理的一个小秘方就是把东西压得扁扁的，那么它也不会占太多的空间。整理完了以后呢，
这个整理包就可以直接放进旅行箱的这一层。你可以看得到，它其实是扁扁的放在旅行箱的底面，它其实不太占太多的空间。对我来说，这个方式是比较适合我的，因为我就喜欢它在最底层，它也不会，它剩下来的空间其实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大。那么如果去曼谷，你要再买一些其他东西的时候，你就有更多的空间来收纳你自己想要买的物品。当然，里面有一些新的衣服，还有即将会有一些穿过衣服或者是比较慌张的衣服，我都会同样的放回这个包。不过我当然会把它给分隔出来。在我这趟的旅游，我会介绍我会怎么样的去整理这个包，所以就请留意接下来的一些影片吧。这个呢是我的一个梳洗包，里面当然就会有一些瓶瓶罐罐、大大小小的一些物品。其实它就是非常的多，因为就算是洗发精啊，或者是洗脸啊，或者是牙膏啊、牙刷这一类的，它其实就蛮占空间，所以有一个梳洗包其实是比较好的。里面的东西我就不再介绍了，因为单单这个物品就可以做成一个影片，所以我就大概的介绍说，我就有这个包，那么就把它放进行李箱里面。这个样放在这个格子。当然我会带着一个手提包。这个手提包呢，其实它就是扁扁的，你要把它从这个包里面拿出来，它就是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呢，能够让你提上飞机上面。所以，要是你真的买了太多的东西，你的旅行箱装不了，那你就可以额外的再把它装进这个包里面，然后带上飞机。这是我的其中一个方式。这也其实只是一个多出来的一个包，我可能会用上，也可能不会，不过还是带着比较心安。我会有非常多的塑胶袋，那么塑胶袋呢，其实是非常好用的，你可以收纳一些或者肮脏的衣服，或者是买的一些小样的物品，你没有地方放，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塑胶袋里面，然后再把它整理起来。所以塑胶袋是一个非常需要的物品。同样的，我就把它放在旅行箱的边边。这个样子呢，它就不会到处的移动。这个呢是我的一个，环保袋。当然，这一趟去曼谷，我会去Chatuchak，就是他们的一个跳蚤市场。那去Chatuchak的时候呢，你就是带着这个包，那么你买的东西就可以放在里面，那么它也不太占空间，因为它就是软软的一个包。可是它其实可以装蛮多东西，所以我通常都会带着这个环保袋。这个环保袋是我在一个另外一个跳蚤市场买的，所以把它合起来，就塞进另外一个小小的角落。当然，去曼谷
就一定会非常的炎热，所以一定要戴你的太阳眼镜。还有帽子，这个帽子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曼谷的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你一定要戴着一个帽子。那么有时候你就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不想要太过的麻烦，所以有时候你就是戴着个帽子就这样出去，就可以走一整天。那基本上呢，这就是我的旅行箱。你看得到，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厚。我就喜欢它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我不想把它装得满满的。虽然这一趟从新加坡去曼谷，我会有15公斤的一个quota，我能 check in 一个15公斤的一个旅行箱，可是我并没有把它装得满满的，因为去到那边其实还会再买一些其他东西，我就可以把它装在里面。比如说我把东西放成一包一包的，它就算在飞机上或者在搬运的时候，它东西会到处的跑来跑去，那也是 OK， 因为其实它就是一包一包的，它也没有太多的情况。这就是我的旅行箱。我通常都会带着这个比较小的包，这是我带上飞机的手提包。那么这个包里面当然就会有护照，还有钱包，还有零钱，泰国的钱，还有家里的钥匙，以及所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小的物品，我都会放在这个包里面提上飞机。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方式，因为它就是个小小的包。那么去到曼谷的时候，你要是到处去逛，那么你也不需要带一个太大的包，因为非常的不方便，所以我就喜欢它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泡茶包，里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物品，那么就是一些该带的就把它带出门，然后就带着这个包。这一趟呢，我会拍摄一些影片，所以需要把我的手提电脑带着。那么上飞机的时候呢，我就有这样一个电脑，还有一个手提包，就这2样。其实这趟旅程非常的简单。那我大概也就是这样子，4天3夜的曼谷旅行，其实不需要带太多东西。根据我的经验呢，这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足够了。因为曼谷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它也是一个城市，所以要是你真的落了什么东西，忘了什么东西，你也可以去那边买药品或者是穿的啦、吃的啦，或者是任何的一样东西，你都可以去曼谷买得到。所以我并不太担心忘了什么东西。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护照，还有你的泰铢，这2样只要你带到了，你有把它带出去，那其实也就安心了。好这个旅程呢，我即将会记录我这个旅行箱里面呢，它是怎么样的收纳，或者是每一天我买了东西以后，我是怎么把它整理起来的。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看这个整个系列的一个记录的话，就留意我下一个影片。好，就这样，拜拜。